一則新聞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讓一家市值超過1兆美元的公司被全世界重新想象一次。2026年7月30日，华爾街日報丢出了一顆石头，說特斯拉的部分高层已經接到指示，要為剝離中國業務做準備。報道裡列出的方案一個比一個重，分拆、出售，甚至關閉上海那座超級工廠。消息傳開的當天，股價先是往上衝了一段，然後又把漲幅慢慢吐了回去。而幾個小時之後，馬斯克本人在 X 上回了一句話，他說這件事從來沒有在任何討論中被提起過，這完全是一則荒謬的假新聞。4個字，荒謬的假新聞，乾淨利落，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特斯拉中國的發言人也在同一時間回應中國媒體，說相關內容是不實消息。看起來這件事應該就到此為止了。有意思的是，市场对這句否認的反應並不單純，有人立刻收手，把因為合併想象而衝高的部位平掉，也有人反而更加確信，因為在他們的經驗裡，回應的字數越少，被回應的那件事往往越重要。一則報道能不能被一句話推翻，從來不是看說話的人是誰，而是看接下來幾個月會發生什麼。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裡，就在這則報道出現的1個星期之前，同樣是這個人坐在特斯拉的工廠裡，面對經濟學人的總編輯，講了一段長達90分鐘的話。而那段話裡最刺耳的一句是這樣的：到了2036年，錢將不再重要。一邊是最現實、最地緣政治、最斤斤計較的商業切割傳聞，一邊是最科幻、最形而上、最不食人間煙火的貨幣消亡預言。這兩件事看起來八竿子打不着，一個講的是工廠和股權，一個講的是10年後的人類文明。可是今天我們想跟你說的是，他們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的2面，而且只有把這2面拼在一起看，你才會明白為什麼這個人一邊拼命否認自己要離開中國，一邊又在告訴你10年後你手上的錢會變成一張沒有用的兌換券。我們先把第一件事拆開來看。华爾街日報的那篇報道寫得非常具體，具体到不像是憑空捏造的。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特斯拉的顧問团隊已經討論過好幾種可行方案，其中一種做法是另外設立一家獨立公司，專門處理上海工廠的出口業務。另外一種做法更細，是把辦公與資訊管理系統獨立劃分開來，限制中國員工直接存取其他部門的資料。說白了，就是在特斯拉的中国子公司和他的美国業務之間砌一道防火墙。為什麼要砌這道牆？答案只有3個字： SpaceX。這幾年，馬斯克手上這2家公司的距離越來越近。SpaceX 是美國最重要的國防承包商之一，手上握着大量太空國安與軍事衛星的專案。而特斯拉呢？全球將近1半的產能放在上海。如果有一天這2家公司真的合併，那麼美國政府會面對一個非常尷尬的畫面：一家替五角大廈發射機密衛星的公司，同時在上海經營着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汽車工廠。摩根大通的分析師直接把話講明了，能不能順利通過監管審查，會是這樁合併案最大的障礙。而報道裡還有一段更值得台灣觀眾停下來想一想的內容。消息人士說，馬斯克這幾年一直要求特斯拉在組織架構上把美國業務和中國業務分得清清楚楚，理由是萬一中美之間爆發地緣政治衝突，至少能保住美國那一半。同一位消息人士還提到，馬斯克特別擔心2件事。第一件是特斯拉在電池供應上過度依賴中國，第二件是一旦台海出事，特斯拉取得半導體的管道可能會被切斷。你看，這篇報道聰明的地方在於，他不只講了一個商業決定，他把一整套風險邏輯攤在桌上，而這套邏輯，就算馬斯克說是假新聞，你也很難說它不合理。所以問題來了，如果特斯拉真的想撤，代價會有多大？我們來看幾個數字。上海超級工廠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第1座超級工廠。從2019年12月第一批中國製造的 Model 3交付開始算起，這座廠用了6年半的時間，累計生產超過450萬輛電動車，占特斯拉全球總產量的 45% 以上，是它全世界最大的出口中心。而分析人士指出，光是2025年这一年，上海組裝廠生產的車輛就占了特斯拉全球交付總量的 52%， 一半以上。你沒有聽錯，而且這座工廠不是在走下坡，它正在往上衝。2026年上半年，
上海超級工厂的交付量接近 46.8 万輛，比去年同期成長了 28.4%， 光是6月單月就交付了 89,091 輛，年增 24.4%， 創下年內新高。特斯拉在2026年第二季交出了 480,126 輛的全球交付成績，比去年同期成長 25%， 是史上最好的第二季。而撑起这個數字的兩根柱子，一根是歐洲市場的回溫，另一根就是上海工廠的出口暴增。供應鏈那一側呢？特斯拉中國对外事務副總裁陶林曾經公開說過，上海超級工厂背後有超過400家中國本土供應商，其中超過60家同時替特斯拉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生產基地供應零組件，而上海生產的 Model 3與 Model Y 超過 95% 的零件都來自本地供應商。而這條供應鏈還有一個更深的意涵，當年特斯拉進上海，中國方面給了非常優厚的條件，圖的就是所謂的鯰魚效應，用一條外來的大魚把整池水攪活。事後看，這個目的達成的相當徹底。今天在全球市場上追着特斯拉跑的那些中國品牌，很多都是在這條被特斯拉帶起來的供應鏈上長大的。所以現在的局面是這樣的，特斯拉養大了自己的對手，而這些对手又反過來讓特斯拉離不開這條供應鏈。這種相互纏繞的關係不是一份合約，也不是一次董事會決議可以解開的。換句話說，上海工廠不是特斯拉版圖上的一塊拼圖，它是特斯拉的脊椎骨。上海獨立分析師高盛的評語很直白，考量到上海工廠的重要性以及中國成熟的電動車供應鏈，任何分拆中國業務的計劃對特斯拉而言都不具備經濟可行性。更不用說，就算馬斯克真的想賣，他也未必賣得掉。任何出售特斯拉中國業務的交易都無法在沒有取得中國監管機關批准的情況下完成。而且，誰買得起一座年產能100萬輛級別、供應鏈完整、出口通路成熟的工廠？全世界有幾家公司能吞得下？又有幾家公司吞下去之後不會消化不良？所以，馬斯克那句荒謬的假新聞很有可能真的是實話。從純商業的角度看，現在把上海切出去等於自斷一臂。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而這一面同樣不能忽略。上海工厂的產量在漲，可是特斯拉在中國市場的處境其實比幾年前艱難得多。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 163.6 萬輛，而比亞迪交付226萬輛，全球純電銷冠的頭銜就這樣易主了。連續2年交付下滑，也讓資本市場開始懷疑它的成長故事還能不能繼續講下去。更值得注意的是批發與零售之間那道越來越大的裂縫。2026年第一季，上海工厂批發交付 213,398 輛，可是特斯拉在中國的零售銷量只有 112,798 輛，年減 16.2%。到了4月，中國零售更是只剩 25,956 輛，年減 9.66%， 比3月的 56,107 輛直接腰斬。差額去了哪裡？出口。光是4月，特斯拉中國的出口量就大約有 5.35 萬輛。出口當然能撐住工廠的開工率，可是出口的利潤遠低於本地零售。換句話說，那座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工廠正在越來越依賴把車運到別的地方去賣。在中国20萬到30萬人民幣的主流電動車戰場上，圍剿的力道一年比一年重。小米 SU7 在智慧化體驗上持續啃食 Model 3的份額。Model Y 雖然還是細分市場的銷冠，可是面對理想、小米、問界一波又一波的新品，成長空間被壓得很窄。中國車企普遍採取1年一改款、2年一換代的節奏，而特斯拉的主力車型已經很多年沒有真正換代過，價格戰更是直接壓在利潤上。2026年初，特斯拉在中國推出5年免息加7年低息的金融方案，蔚來、小米、理想立刻跟進。5月，特斯拉靠着5年零息與最低零頭款的組合拳，單月交付衝上 85,982 輛，年增 39.4%。可是你要明白，這種增長是用金融槓桿換來的，不是用產品力換來的。2026年第二季的財報把這件事講得更清楚，營收 282.4 億美元，年增 26%， 超出市場預期。可是淨利卻年減 5%， 只剩 11.14 億美元，每股盈餘年減 18%。
毛利率下滑到 16.8%， 量增利減。財報公布當天，美股盤前一度跌超過 6%。 還有一個很少被提起卻可能最關鍵的變數，叫做資料。特斯拉最看重的自動駕駛能力需要海量的道路資料來餵養，而中國的道路資料屬於中國。2026年5月，特斯拉宣布监督版的完全自動駕駛功能開始在中國小範圍推送。可是它在資料合規上要面對的問題遠比在美國複雜，一邊是資料出不去，一邊是模型要靠資料長大。這道題用商業手段是解不開的，而這道題恰恰就是那道防火牆傳聞真正的源頭。當一家公司在一個市場裡最值錢的東西是資料，而這些資料又不能跨境流動的時候，把組織架構切開，本來就是很多跨國企業會做的事情。從這個角度看，華爾街日報寫的那些辦公系統獨立劃分、限制員工存取其他部門資料的做法，聽起來一點都不誇張，它甚至是相當標準的合規動作。問題只在於這種切割做到什麼程度，就會從合規變成分家。所以你看，特斯拉在中國的處境是這樣的，離不開，可是也不好過。而當一家公司在某個市場離不開又不好過的時候，關於它會不會走的傳聞就特別容易生根，特別容易發芽。而且我們還得補上一段前情，這並不是华爾街日報第一次寫特斯拉與中國的切割。在此之前，同一家媒体就報道過，中國制的零組件將被排除在美國生產的特斯拉汽車之外。當時特斯拉中國的高层在中国社群平台上發文回應，強調特斯拉在挑選全球供應商時採取統一標準，不會因為供應商所屬的國家而把人排除在外。一次可能是誤傳，兩次方向還完全一致，那就不太像是誤傳，比較像是有人一直在同一個房間裡討論同一件事，只是討論到哪一步，外面的人看不清楚。可是空穴來風，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風是從哪裡來的？答案還是 SpaceX。2026年6月12日 ，SpaceX 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募資總額達到857億美元，一舉打破沙烏地阿美在2019年創下的紀錄，成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發行。掛牌首日大漲，市值一度衝到 2.1 兆美元左右。而隨着這場上市，馬斯克的個人淨資產短暫突破1兆美元，成為有記錄以來第一位兆元富豪。這個1兆美元是怎麼一步一步堆起来的？我們把時間軸拉開來看，2025年10月，特斯拉股價飆升，他成為史上第一位淨資產達到5000億美元的人。2025年12月中旬，隨着 SpaceX 的估值從8月的4000億美元跳到8000億美元，他又成為史上第一位突破6000億美元的人。同月下旬，法院恢復了他先前被撤銷的特斯拉股票期权，讓他一天之內净資產暴增139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個7000億美元富豪。2026年2月突破8000億美元，然後就是6月那場史上最大的 IPO， 短短8個月從5000億到1兆，這個速度本身就已經是一種預言了。一家市值兆元級別的太空公司和一家市值兆元級別的電動車公司，同一個人說了算，市場當然會問同一個問題，這兩家什麼時候合體？2026年7月22日，特斯拉第二季財報電話會議上，分析師直接把這個問題丟到馬斯克面前，而這一次他沒有像過去那樣一口否認。他說特斯拉與 SpaceX 之間的業務重疊越來越多，並且舉了例子，星鏈的衛星網絡已經整合進 Cybertruck， 未來也會導入所有特斯拉車款。他還提到由特斯拉、SpaceX 與 xAI 共同推動的 AI 晶片製造計劃 Terafab 目前已經納入 SpaceX 旗下。他甚至說 SpaceX 未來會開發一套人工智慧模型，作為 Optimus 人形機器人的管理者。至於合不合併呢，他只回了一句，我們不能在財報電話會議上討論公司合併之類的事情，這類事項必須依照適當程序處理。這句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我沒有說不會。長期追蹤特斯拉的資產管理人吉恩·芒斯特聽完之後，直接把兩家公司最終合併的幾率從 80% 上調到 90%， 而那座叫做 Terafab 的工廠才是真正把所有線索串在一起的關鍵。這是一座蓋在德州奧斯汀的半導體製造園區，
計劃在同一個園區裡涵蓋從晶片設計、製造、封裝到測試的完整流程，替電動車、機器人與太空資料中心提供自家的 AI 晶片與記憶體模組。它的長期目標是每月啟動高達100萬片的晶圓產能，每年生產100億到200億顆客製化的 AI 與記憶體晶片。不過，市場上也有另一派聲音。晨星分析師塞斯·戈德斯坦指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特斯拉的股東未必願意接受用遠高於自身估值倍數的價格去併購 SpaceX， 除非 SpaceX 股價進一步回落到比較合理的水準，雙方股東才比較可能點頭。DataTrack 研究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尼可拉斯·克拉斯則提醒 ，SpaceX 的上市文件裡根本沒有提到任何相關的併購計劃，而且這次上市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籌錢，而特斯拉本身的現金流也沒有充裕到足以支撐一樁超大型收購，所以短期之內出現交易的可能性并不高。換句話說，合併這件事，市場算的是幾率，不是日期。可是只要幾率存在，那道叫做中國的門檻就一直處在那裡，誰都繞不過去。而這裡還藏着一個很少被放在一起討論的細節。2025年11月，特斯拉股東通過了一份潛在價值高達1兆美元的薪酬方案。這份方案要求特斯拉在12個階段裡完成一連串越來越難的目標，包括把市值從 1.4 兆美元推升到 8.5 兆美元，同時要做到年交付2000萬輛汽車，以及生產100萬台人形機器人。整份方案完全由股權獎勵構成，只有股價大幅上漲並且達成營運里程碑，他才拿得到。而2025年，因為一項市值或營運目標都沒有達成，他實際到手的薪酬是0。現在請你把兩件事放在一起想，一邊是年交付2000萬輛的目標，一邊是傳聞中要關掉那座占了全球交付1半以上的工廠。這兩件事要怎麼同時成立？你發現了嗎？車子、火箭、衛星、機器人、晶片，這5樣東西正在被同一個人縫成一件衣服，而這件衣服上最顯眼的一道縫線就是中國。所以《華爾街日報》那篇報道可能寫錯了細節，可能誤讀了會議記錄，可能把某個顧問的假設當成了決策，但是他推導的方向，市場自己也會推導出來。這就是為什麼那則新聞的殺傷力這麼大，因為他說出了很多人心裡早就在想，只是不敢講出口的那句話。順帶一提，故事的後半段沒有那麼風光。SpaceX 上市1個月之後，股價首度跌破發行價，特斯拉股價也曾經在1個星期之內重挫 18%。馬斯克那個曾經短暫觸碰到1兆美元的身家，很快就回落到7000億美元出頭的區間。彭博億萬富翁指數在7月底統計的數字大約是7090億美元，一個人可以在1個月裡失去將近3000億美元。這個事實本身或許就是理解他接下來那番話最好的注腳。現在我們把鏡頭轉到另一個房間，同樣是2026年7月，馬斯克坐在特斯拉的工廠裡接受《經濟學人》總編輯贊尼·明頓·貝多斯的專訪，訪談長達90分鐘，全程有來有回，主持人並沒有客氣。開場的問題很大，如果你所有的事業都成功了，10年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馬斯克回答得很快，10年後就是2036年，那時候的 AI 會遠遠超過全人類智能的總和。而且他還把時間往前挪了一下，他猜 AI 超過全人類智能之和大概只需要5年左右。至於那時候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他給了一個詞，令人驚嘆的富足時代，任何人都能擁有任何他想得到的東西。當然，他也很嚴謹地留了一個前提，除非中間來一場全球核戰爭。主持人沒有被這個願景說服，他問了一個非常世俗也非常實際的問題，那你的公司靠什麼賺錢？畢竟在 SpaceX 的招股書裡，絕大部分收入看起來會來自 AI， 來自 Grok， 而不是往太空運東西。馬斯克的回答是，你可以把經濟理解成數字智能和物理智能2塊。現在飛速前進的是數字智能，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新的突破，可是它還困在數字世界裡，缺一個末端執行器，而這個末端執行器就是人形機器人。他說，你需要的其實是大量的機器人，有了它們，智能就能從只在數字世界裡表現，變成去塑造原子。再往前推一步，經濟無非就是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如果你有海量的機器人，
加上海量的數字智能，你得到的就是一個準無限的經濟體。主持人繼續追問，那錢呢？說到底，大家買你的股票還是為了錢。於是那句話出現了，2036年，錢將不再重要。他的推導很簡單，簡單到近乎粗暴。你要錢是為了什麼？為了商品和服務，對吧？為了食物、住房、交通、娛樂。如果機器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已經多到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費得完，那你還要錢幹什麼？錢的價值來自它能兌換到的東西。當供給逼近無限，兌換券本身就不值一提了。主持人並沒有放過他，他繼續往下追。那些丟了工作的人怎麼活？是不是需要一場從你這樣的人往下的大規模再分配？你是不是應該多交稅？馬斯克說，我覺得財政部直接給大家開支票就行了。主持人把這句話頂了回去，錢從哪裡來？我好歹也懂一點經濟學，你光發支票那是要通膨的。而馬斯克的回答直接改掉了這道題的分母。他說，通膨不過是貨幣和商品服務之間的比例。如果商品服務的產出大幅增加，比如產出增加了10倍，那你完全可以增發貨幣，或者說改一下資料庫裡的數字。只要造出來的錢少於商品服務增長的速度，你得到的其實是通縮。然後他把這句話正式說成了一個預測，將來的問題會是通縮，而不是通膨。順着這個邏輯，他索性把稅收也一併處理掉了。既然未來錢不重要，那稅收也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主持人這時候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相信，你沒準真的是對的。他卡住的地方不是終點，而是路。從眼下這個兩極分化、又憤怒又恐懼的政治環境，要怎麼一步一步走到你說的那片樂土？接下來聊到的是就業。馬斯克沒有回避，他承認這條路會挺顛簸。在他的判斷裡， AI 會比任何人都更擅長任何一份工作，而凡是坐在電腦前拿着手機就能幹的活，會最先被替代掉。他舉了寫程式的例子，他說，現在 AI 寫軟體已經比至少 90% 的人強了，而且是 90% 的專業軟體工程師，很快就會強過 99%， 再往後就沒有競爭的余地了。那個没有競爭餘地的終點，他給了一個名字，叫做 Stockfish 等級。Stockfish 是一個西洋棋程式，哪怕跑在一部手機上，都能輕鬆贏下人類世界冠軍。馬斯克的意思是 AI 寫程式最終也會走到這個地步。主持人問，那軟體之外呢？他的回答只有4個字，所有工作，全部。這段話值得我們多想1分鐘。他給的排序其實非常清楚，先是純數位的工作，再是需要判斷但不需要身體的工作，最後才是需要手和腳的工作。這跟很多人直覺上的想象剛好相反。過去我們總以為最先被機器取代的會是工地上、產線上、倉庫裡的那雙手，可是照他的排序，最先被取代的是坐在冷氣房裡，領着不錯薪水，每天處理文件與報表的那雙眼睛。而這件事其實已經在發生了。你身邊有沒有人過去要花3天做的簡報，現在半小時就交出去了？有沒有人過去養一個5人小組才做得完的事，現在1個人加1台電腦就撐住了？那不是未來，那是現在進行式。至於工厂裡的體力活，那要等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跟上来。在他的設想裡，機器人更像是一雙手，自己帶一點本地智能，大腦則是雲端那個統一調度的大模型。那人還幹什麼呢？馬斯克打了一個種菜的比方，他說，你不必自己在院子裡種菜，商店裡的蔬菜又漂亮又整齊，自己種的番茄大概沒那麼飽滿多汁，看起來有點手作感，可是去朋友家吃飯，桌上擺着他自家院子裡摘的菜，那就挺好。工作會變成一件可選的事。這個比方聽起來很溫暖，可是它藏着一個很尖銳的東西。院子裡種菜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是自願的。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種菜，因為你已經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那個院子的意義就完全变了。工作对很多人来說，從來不只是收入，它還是身份，是節奏，是一天當中被需要的那幾個小時。當這些東西一起被拿走的時候，一張支票補不回來。主持人在訪談裡就插過一句話，他說他按照馬斯克的推薦去讀了那套以文明為名的科幻小說，可是他並不覺得那個未來有多迷人，因為人類在裡面幾乎沒有能動性。馬斯克回答說，有的，只是跟那些心智比起來小了一些。
只是小了一些。這句話你可以聽成安慰，也可以聽成預告。他還拿歷史給大家寬了寬心。Computer 這個詞最早指的其實是做計算的人，那真的是一份正經職業。網絡上到現在還找得到當年的照片，一整棟樓的人坐在裡面，專門幫你算銀行利息。後來電腦來了，這個職業消失了，而今天你很難找到還願意幹這個活的人。不過他也承認，這一次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變化的速度被極大的加快了。主持人問了最後一個尖銳的問題，你確定10年後人類就不再掌控局面了？馬斯克說他覺得不太可能。如果 AI 和人類的智能差距遠遠大於人類和黑猩猩的智能差距，那很難想象黑猩猩還能當家做主。而主持人顯然是有備而来，他直接翻出了他10年前說過的話。那時候他在播客裡說，最讓他恐懼的是 AI 的快速遞回、自我改进，人類頂多混成一條被養着的寵物拉布拉多。2023年，他還簽了那封呼籲暫停大模型訓練的公開信。再后來他又說過，殺手機器人滅絕人類的幾率大約是10%到20%。那個數字他到今天都沒有改口，改變的是心態。他說他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真正攔住 AI 和機器人的這股勢頭，而且就算真的有一個停止按鈕，我們大概也不該按下去，因為最可能的結果是所有人都過上極其富足的生活。那就享受這趟旅程吧，這是他現在的哲學。這場訪談裡還有2段內容值得單獨拿出來說。第一段是關於 AI 的監管，馬斯克提出的方案聽起來一點都不像政府會想出來的東西。他主張讓幾家領先的 AI 公司先定期通起電話，大概每2-3個星期一次，把各自看到的安全問題攤到桌面上，而在某個遠遠超過現有水準的前沿模型發布之前，先給競爭對手留出1-2個星期，讓對方實際測一測這東西有沒有危害，並且有權建議延後發布。這套機制靠什麼運轉？靠同行之間的互相提防。他的意思是，競爭對手能讓彼此保持誠實，因為要讓政府裡不懂技術，也不在第一線的人去判斷一個模型該不該發布，實在太難了。而同行既看得懂門道，也絕不會替對手留情面。他還舉了電影分级當例子，說美國電影協會那套業界自評的機制一直運轉的還不錯。至於政府，在他的方案裡是用來兜底的，只有當某一家公司做了危險的事，又拒絕整改的時候，才需要出手。有人提到，業內一直有個說法，6個月之內必須建起某種機制。他的回答很乾脆，6個月是很長的時間了。他建議現在就開始，而且應該把做前沿模型的中國公司也一併拉進來。你注意到了嗎？連在談 AI 安全的時候，他都在說要把中國拉進來。第2段是關於錢，而且是關於他自己的錢。主持人好幾次把話題拽回再分配，問他是不是應該多交稅，普通人能不能也從這波 AI 增長裡分到一點好處。馬斯克先給自己報了一遍賬，說他創下了人類史上單人納稅的最高紀錄，估計這輩子得交掉好幾兆。他甚至當場算了一遍，股票期權按聯邦稅率交 40%， 加上1年裡大約1/3的時間待在加州，州稅 15% 上下，合計大約 45%。 等他去世的時候，還有大約 45% 的遺產稅在等着，所以到最後他大概只留得下1/4。那這些股份到底給他換來了什麼呢？他的說法是，在一段时間裡能決定公司往哪裡開。然後他補了一句，等到 AI 聰明到由他來當家做主，那時候控制公司也就沒什麼意義了。這句話其實比2036年錢不重要那一句更冷。主持人並不滿意，他把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那一類的思路都擺了出來，問他能不能把一部分股權直接分給普通的美國人。這個問題他沒有正面接，又繞回到自己交的稅上。至於怎麼讓普通人分到好處，他提到把 SpaceX 推上市本身就有這一層考慮，因為私人公司的股東被限制在幾千人，上市之後可以有幾百萬人。好，現在請你把注意力集中起來，因為接下來這一段才是把2個故事縫在一起的地方。在這場訪談裡，馬斯克花了很長的篇幅談中國，而他的判斷始終圍繞着2個約束條件：電力和晶片。他說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卡住 AI 的其實是電力，因為 AI 晶片的生產速度已經超過了新增電力上限的速度。眼下最緊張的是供電和散熱，
而不是晶片本身。至於外界常提的用水問題，他說 AI 的用水量少到幾乎可以忽略，而在中國情況正好反過來，晶片是約束，電力則非常管夠。他給了一組數字，中國的發電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歐洲和印度的總和，而他猜最終會做到美國的4倍，大致跟人口的比例相當。至於晶片這一頭，他認為中國離解決光刻問題會比多數人以為的快很多，而一旦解決，就能大批量的造出 AI 晶片。那出口禁令有用嗎？他的回答毫不客氣，美国政府可以立法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國模型，但是他沒辦法阻止世界其他地方使用。至於中國以外的電力瓶頸怎麼破，他的答案也非常有他的風格，把資料中心搬到太空去，等太空資料中心把電力的約束解開，中國以外的瓶頸就又会重新落回到晶片上。把資料中心搬到太空，這句話聽起來像科幻小說，可是它的邏輯其實非常務實。在太空裡，太陽能是全天候的，沒有雲，沒有夜，也不需要跟人類搶電網。散熱的方式雖然不同，可是真空環境有它自己的解法。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跟任何一個國家的居民競爭土地與電力，而全世界目前有能力大規模把重物送上軌道的公司只有一家。你看，他所有的話都是自洽的。火箭是為了送資料中心，資料中心是為了餵 AI，AI 是為了驅動機器人，機器人是為了制造那個無限供給的經濟體，而無限供給的經濟體就是那個讓錢失去意義的2036年。你听出來了嗎？在馬斯克嘴裡，中國不是一個可以隨手切掉的市场，中國是這場競賽裡必須算進去的變數，甚至是最大的那個變數。他甚至認為中國極有可能成為全球 AI 的最終領跑者。一個公開說中國很可能贏的人，會突然決定把自己一半的產能從中國搬走嗎？這就是為什麼那則報道聽起來這麼刺耳，也是為什麼他的否認來得那麼快，那麼重。講到這裡，有一件事我們必須停下來多說幾句，因為它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華爾街日報那篇報道裡提到，馬斯克擔心一旦台海爆發衝突，特斯拉取得半導體的管道可能會受到影響。而在經濟學人的訪談裡，他又說中國解決光刻問題的速度會比多數人以為的快很多。這兩句話擺在一起，剛好圈出了我們所處的位置。一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晶片產能高度集中在這座島上，所以任何一家把命運壓在 AI 上的公司都必須把這裡的風險算進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另一邊是，如果光刻真的被攻克，那麼這種集中度會被稀釋，而稀釋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劇烈的重新洗牌。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美國企業家在談他10年後的富足願景時，我們聽到的重點會跟別人不太一樣。別人聽到的是機器人和無限供給，我們聽到的是電力、晶片、供應鏈，以及那個沒有被說出口的假設。這一切必須在沒有戰爭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馬斯克自己也留了那個前提，除非中間來一場全球核戰爭。他把這句話當成一個俏皮的免責聲明講出來，可是對住在這條斷層線上的人來說，那從來就不是俏皮話。也正因為如此，那則所謂的假新聞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它揭露的不是一個商業決定，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把地緣風險當成日常工程問題來拆解的思維方式。今天被放上桌面的是特斯拉的中國業務，明天被放上同一張桌子的可能是任何一条穿過這個區域的供應鏈。接下來的故事出現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角色。2026年7月27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隆·阿西莫格魯在 X 上轉發了一段訪談節選，然後向馬斯克提出了一個提議。他說，這是一個用行動證明你說法的機會。如果到2036年金錢不再重要，那你為什麼不承諾最遲在2036年把你目前大約1兆美元的財富捐給慈善機構？他還補充，這筆錢應該交給由中立機構認定為有效且不帶意識形態色彩的慈善組織。他說，這將極大增強你對 AI 和科技力量的可信度，也能安撫世界各地許多擔心億萬富翁政治與社會影響力的人們。這一問堪稱教科書級別，它的精髓在於把一個無法驗證的預言變成了一個可以驗證的承諾。如果錢真的即將作廢，
那麼捐掉這些資產對你個人而言毫無損失。可如果這只是一句吸引眼球的漂亮話，那麼這道題就會變成照妖鏡。7月28日，馬斯克回復了，他說：“我實際上打算做類似的事情。”他沒有進一步說明這句話具體意味着什麼，也沒有給出任何時間表或金額。可是這句話本身已經夠讓人意外了，因為這位向來對傳統慈善嗤之以鼻的世界首富，不久之前才公開批評過大額捐贈者，甚至說某些捐贈讓世界變得更糟。這幾乎是180度的轉彎。而在這場論戰裡，還有另一個聲音值得記住。知名創投家維諾德·科斯拉警告說，如果缺乏強而有力的制度約束與財富再分配機制， AI 技術的飛躍不但不會帶來大同社會，反而會導致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對社會的終極剝奪。這句話很重，可是他問到了核心。就算供給真的變成無限，發多少，發給誰，還是握在政府和幾家公司的手裡，那麼這個預言到底會不會成真？訪談放出來之後，質疑的聲音也跟着來了。一直看衰 AI 泡沫的蓋瑞·馬庫斯轉發支持了一個說法，大意是把馬斯克過去15年在火星、在完全自动駕駛、在挖隧道公司上的預測全部翻出來對照一遍，就知道這類未來判斷該打幾折。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對照，人類歷史上錢確實不止一次失去過意義，可是每一次的原因都不是東西太多，而是東西太少。戰亂時期的惡性通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整箱鈔票換不到一條麵包。所以嚴格來說，馬斯克描述的是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那一種，因為供給過剩而讓貨幣退場，這在歷史上找不到先例。這也正是為什麼經濟學界對他的推導這麼保留。沒有先例不代表不可能，可是它確實代表我們手上沒有任何一把尺可以拿來量這件事。而這正是馬斯克身上最穩定的一個規律，方向常常是对的，時間表幾乎總是過於樂觀。可回收火箭他做到了，電動車他也做到了，可是完全自动駕駛明年就實現這句話，他至少講了7-8年。他的官方傳記作者曾經指出，馬斯克在時間預測上總是會錯2到3倍，這個現象後來甚至有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做馬斯克時間。預測市場对這件事的態度非常誠實。預測平台 Kalshi 上關於 Optimus 機器人在2026年公開銷售的幾率一度只有 21%， 後來甚至一路掉到 14.5%。 而事實上 Optimus 的第3代產線在2026年才剛剛於加州弗里蒙特工廠展開試產，初期目標產量大約是5萬到10萬台，它的物料成本目標是從小批次階段的大約 4.3 萬美元壓到量產階段的2萬美元以內。還有一個細節很少人提，可是特別能說明問題。2025年中國收緊稀土出口管制的時候， Optimus 的生產一度直接被卡住，因為機器人需要稀土永磁材料。當時馬斯克的說法是，中國政府希望他保證這些磁鐵不會被用於軍事用途，而這一點他當然可以做到，他們只是用在人形機器人而已。你看，一個預言2036年前會失效的人，在2025年被幾塊磁鐵擋住了去路。經濟學界對他那套通縮邏輯也不太買賬，多數經濟學家認為 AI 確實會把一部分價格壓下去，但那更接近漲價變慢，離整體物價下跌還有相當長的距離。以精準預言金融危機聞名的投資人麥可貝瑞也公開否掉了全民高收入這個說法。而在機器人這條賽道上，還有一個變數是馬斯克沒有辦法單獨決定的。中國的工信部提出過目標，希望2026年中國的人形机器人產量能夠突破10万台。多家研究機構預估，中國的人形機器人市場規模在2030年有機會突破1000億人民幣，到2035年甚至可能達到兆元人民幣的量級。高盛則預估203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的市場規模大約是380億美元。這些數字彼此差距很大，可是它們指向同一件事，分歧只在於哪一年會來，而不在於會不會來。換句話說，如果2036年真的是機器人接管生產的那一年，那麼決定這件事的人不會只有一個。生產這些機器人所需要的減速器、絲槓、永磁材料、感測器有相當大的比例掌握在中國的供應鏈手上。
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弔詭的畫面，一個預言機器人會讓錢失去意義的人，同時正在为了要不要跟那条供應鏈保持距離而傷腦筋。你要撤出中國，還是要造出100萬台機器人？在現階段，這兩件事之間是有拉扯的。所以我們該怎麼看2036這個年份？我的建議是，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日期，把它當成一個方向。日期幾乎肯定會錯，可是方向未必。因為一旦機器智能加上機器身體真的把生產成本壓到接近於零，那麼我們今天賴以運轉的工資、稅收、貨幣、退休金這一整套東西，還有什麼理由能照原樣轉下去呢？還有一個容易被誤讀的地方，我們順便講清楚。馬斯克說的不是全民基本收入，他用的詞是全民高收入，這兩個詞只差一個字，意思卻差很遠。基本收入的意思是給你一筆錢，讓你不至於餓死。高收入的意思是，就算你什麼都不做，你的物質生活水準也會遠遠超過今天的中產階級。前者是一張安全網，後者是一個承諾，而承諾是需要有人兌現的。事實上，這也不是他第一次講這種話。早在2025年的特斯拉股東大會上，他就預測過傳統貨幣可能會消失。後來在一場投資論壇上，他又說過10到20年之後，工作會變成可選的，貨幣會消失。而到了經濟學人這場訪談，他終於把一個具體的年份說了出來。2036年。一個人反覆講同一件事，通常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真的相信，另一種是他需要你相信。而在他的處境裡，這兩種可能未必互相排斥，因為他手上那份潛在價值1兆美元的薪酬方案，恰恰就建立在市值要衝上8.5兆美元，機器人要造到100萬台這樣的前提上。他的預言和他的賬單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這不代表他在說謊，這只代表聽的人要自己長一顆腦袋。現在讓我們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撤不撤出中國跟錢會不會消失，為什麼是同一個故事？因為這兩件事問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在一個機器產能決定一切的時代，資產屬於誰，放在哪裡，由誰控制？上海那座工厂已經不只是一座工廠，它是全球制造能力當中的一塊實體。 Optimus 的磁鐵卡在稀土出口許可的那張紙上， Terafab 要的是每個月100萬片的晶圓產能，而 AI 真正的瓶頸是電力，是散熱，是光刻機。你發現了嗎？當馬斯克說2036年錢不重要的時候，他其實同時說了另一句話，只是那句話他沒有明講。錢不重要，那什麼重要？產能重要，電力重要，晶片重要，機器人的數量重要，還有誰的手按在那個開關上最重要。所以那句荒謬的假新聞，他否認的是一則報道，可是他沒有否認，也無法否認的是這個世界正在沿着這條線往前走。特斯拉會不會賣掉上海工廠，我們不知道。可是一個把一半產能放在一個國家，同時又替另一個國家發射軍事衛星的商業帝國，遲早要面對那道選擇題，而這道題不會因為一句假新聞就消失。那麼對我們這些沒有火箭、沒有工廠，也沒有兆元身家的普通人來說，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麼？我想有3件事值得放在心上。第一，不要用2036年的劇本來過2026年的日子，房租還是要交，孩子還是要養，退休金還是要存。任何叫你現在就躺平，等待富足時代的說法都不負責任，因為連馬斯克自己都承認這條路會挺顛簸，而顛簸的那幾年恰好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幾年。第二，也不要假設接下來這10年會跟過去那10年一樣，技能的半衰期正在縮短，這是肉眼可見的事實。那些坐在電腦前靠一套固定流程吃飯的工作，壓力會來得最早。相反的，需要跟人打交道，需要判斷力，需要承擔責任，需要在混亂中做決定的能力，反而會變得更值錢。如果你今天做的事情可以完整的寫成一份標準作業流程，交給另一個人照着做，那你就要開始想一個問題，這份流程哪一天会被交給別的東西照着做？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當一個人告訴你未來會極度富足的時候，請記得多問一句，富足的東西是誰生產的？分配的規則是誰定的？這不是懷疑，這是清醒。諾貝爾獎得主那一問之所以漂亮，正是因為他沒有去爭辯技術，他只是把問題拉回到了最樸素的地方。
你敢不敢把話變成承諾？第四，也是最實際的一點，在那個所謂的富足時代真的到來之前，我們還要走過一段連他自己都承認會很顛簸的路。顛簸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猜對終點，而是不要在半路被甩下車。保持現金流的彈性，保持學習的習慣，保持身邊真實的人際關係，這3件事在任何一個版本的未來裡都不會貶值。因為就算商品和服務有一天真的多到消費不完，有一樣東西還是機器人生產不出來的，那就是有人真心在乎你。馬斯克自己在那场訪談裡說過一句聽起來很喪，其實很誠實的話。他說，反正在長期，我們都是要死的。按照物理學的標準模型，宇宙的結局是一鍋慢慢冷掉的灰色稀湯。既然目的地如此糟糕，那要緊的終究是旅程本身。所以最後，我想把主持人没有問完的那個問題留給你。如果2036年真的來了，商品和服務多到你消費不完，錢也不再是那張管用的兌換券，到那一天，你更希望自己手裡握着的是一份工作、一筆資產、一張按月發放的支票，還是別的什麼？因為真正會決定我們生活的，從來不是某一年的某一句話，而是那句話背後一整套正在被建造出來的東西。工廠、晶片、電力、機器人，還有那些我們看不見，卻每天都在改變我們處境的決定。想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比猜對哪一年更重要。